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游中国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盐城的朱熹古镇。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朱熹古镇它是始建于西汉的，清代的时候是非常的鼎盛。然后过去这里盛产那个珍珠，所以就叫朱熹。这个是盐城市应该是投了几十个亿，重新把它改建了一下的。这应该谈不上改建吧，看起来应该是复建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建筑应该都是后期重新盖出来的。你看，连摄像头都被刷成了黑灰色，让它显得没有那么的醒目吧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，所以整个镇子非常的安静。我看起来这种感觉，它就是不是7点多，就是热闹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啊。应该运营的不会太好，因为这个镇子它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啊，完完全全感觉就是一个仿古的建筑群吧，只能说是仿古建筑群。你看它这些，虽然造的都很好看，但是现在的中国应该并不缺这种新建的仿古镇，大家已经有一些审美疲劳了。如果这个放在20年前，甚至15年前，应该都还是可以的，就大家还是会来买这个单，为他情怀买个单的。但现在时光不同了，全国各地啊，很多很多这种投资了几十个亿的仿古建筑的古镇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，每个城市应该都有一个座。大家逛着逛着就发现，建筑长得差不多，卖的东西也差不多，就没什么趣味了。你看这种一弄，对吧？到处都是一样的。你说好看吧，它肯定是好看的呀。但是如果你说有什么独特的景观让你值得一走，我感觉应该也并没有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个早餐店啊，哎，里面还是有人的。我问了一下这边的居民，他说这个过去是一个小镇子，应该还是留有了一些老镇子的建筑吧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建出来的。你看这种房子旁边贴的马赛克，以及这个老的这个算是房子吧，过去肯定是个供销社啊或者是什么的，这个应该是旧的东西。其他的这些就是明清啊、仿古建筑，它都是新建的东西。这个穿红马甲的应该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啊。这个是市楼，这也是一个新建的，好像还是纯木质建筑哦。乌篷船的价格80块钱一个船，可以坐4个人，其实还可以的。这算苏北的一个小古镇吧，现代新建古镇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会我们再去它那个镇的街上去看一看，看看街上到底有些什么。这个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人的。你看这个，哇，旁边还有楼梯可以上去啊，虽然拦起来了，但是应该也是可以上的。常见的一些网红店，你看，
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已经免疫了，可能都觉得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是这个古镇的另一面啊，它的应该算正大门吧。这个旁边这个比较大的建筑，新的建筑是他们的高中，叫武右高中，应该是。你看若干年之后，中国会不会遍地都是这种，就是破败的古镇？就真的这种仿古建筑，真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真的旧的破的古镇了。以后大家对古镇的评价可能就不是几千年前的，而是这是20年前的、30年前了，它充满了这个历史的韵味。至少是当初那段历史的韵味，对吧？应该也是有些趣味的。刚刚路上你应该能看到那些被拆掉的破旧的这个民房，等于是把这些就是旧的房子全部都拆了，然后给这个居民重新分了一些更好的新的房子，把他们统一安置到了一个其他的地儿。这一块就是旧的房子，就给它旧的地方就给它做成了古镇。现在每个城市吧，它都是需要大家在周末有一些地方可以去放松，可以去玩的。就纵使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新建的古镇，但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，在节假日的时候，他也不得不来这里，因为这就像是被安排好的，就像我们玩那个建造类游戏给大家设置的广场喷泉是一样的啊。那个建造类游戏叫什么？罗马帝国还是什么的？就算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假的一个建造类的，但是你只要造在那儿了，大家还是蜂拥而至，因为它也实在近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。我每次来盐城的时候，我跟那些对盐城不熟悉的朋友，我都会开玩笑的说：“你站在盐城的市中心啊，东南西北任选一个方向，你开车1个小时，你都出不了盐城这个地界，真的是太大了这个城市，以至于你想去其他地方玩，还是个挺难的事儿。像盐城，我虽然来过很多次，但那个什么黄海森林公园什么的，我到现在还是从来就没去过。原因也是太远了，我从盐城市区开过去，可能得2个多小时，就来回的话，可能就5个多钟头去看一片没什么乐趣的海，没什么兴趣。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人工的啊，修建的这个远处的烟囱这些，我觉得才是古城的真实面貌吧。你看这些过去的房子，其实我很喜欢那些，就是山西啊、陕西啊，甚至甘肃，他们的那个古城，或者是破败的老城，真的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。哎，你看，肯德基啊，这个开在学校门口，好地方的。你看这种过去的马赛克的房子，下面的马赛克应该就是新铺的，上面的是旧的。我
们来看看古镇的背面是什么样的。一进来明显觉得就安静很多，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了。对面那才是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吧，虽然也是刷了个白墙啊。你看这上面还是有一些真实的住户的。现在全国到处都是古镇，或者说到处都是没有人的古镇。就光我去过的那些新建出来的古镇，没有100也有70-80个。这是一个过去的应该是单位的房子，感觉是新建的。这是一个厂房，应该是啊。真正的古镇，它应该还是要有灵魂的。这是水塔，你看，水塔改建了一下。古镇的灵魂是什么？那肯定要是生活在这里的真实的人。他没有真实的生活在古镇里的居民，没有那种生活气息，那古镇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过是一些建筑罢了。就算是个真实的古镇，没有了居民，它也就是一个建筑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这些古镇就是都是一样的，就变成了酒吧一条街，餐饮一条街，因为真实的居民已经不在了，没有了生活的气息。倒不像那些就是有趣的，算是旧的村落，其实你去逛一逛还是很有意思的。至少它真实的生活的人还在，有保留文化的肯定还是要有人呀。更何况这些就是后来建出来的仿制的建筑，变成了一个变装街区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现在人的审美还是越来越高了，就像这种变装街区类的景点已经没有人来玩了，大家可能都觉得意思不大吧。就是说来拍拍照，这里还是很好看的。这里不能只是来拍照，吃一个网红店嘛，或者吃个肯德基吧。现在国内那些就是连锁店和肯德基也差不多，满街都是一样的，标准化产品，味道是一样的，然后加工方式是一样的，配料是统一配的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似乎还真的没有不一样啊，这儿。看这些就是过去镇上的老房子，一般桥头都是那种一个镇子的中心，很有人气的地方，对吧？如果你真的去过中国的那些真正的乡镇，你会发现是这样的。
这个说是筹建，其实连个门都没有。看一下这里写的啊，武右，对吧？这个标题是朱熹人号武右场。武右是汉代就先民在这从事盐业渔业，盛产蚌珠的溪水，因此叫朱溪。从东台西溪到朱溪，从南到北有7条溪，分别是丁溪、竹溪、云溪、泉溪、狗溪。7条小溪皆通海，百里湿地半入城。啊，宣传了。啊，这边就是刚才走过来的路了。这里是一个看蜜雪冰城，旁边是什么？库迪咖啡。这就是咱们一开始走的路。我们来走侧面看一看这个镇子真实的居民的住所。它有一点很不好，就是它把真实的居民的住所和这些就是建筑分得太开了。或者说它只是新建了一条中间的主街，把它改建了。真实的居民是放在后面的。这些就是真实居民的样子，老房子，对吧？鲁菜店。那个开满花的树是真树啊，能闻到有花香，就像假的一样，还挺漂亮的。你看这种青瓦、青石头，这才是真的古建筑，好不好？历史建筑，6号民居，这种真实的房子看起来才有意思呀。你看这个老大爷，对吧？他们现在把这些旧房子都拆了很多，这个可能才是小镇本来的样子吧。你看，这也是一个历史建筑，
包括这些，你看，它的房檐、屋顶，过去的人可能只是在外面砌了一层水泥墙，也就是每一年他们不停的在修吧，就像现在流行刷白墙一样，等到若干年之后再看那些古建筑，墙说不定都是白的。好，咱们已经走到建筑工地了，已经城市的外围了。就这么说啊，今天咱们朱溪古镇的旅游就到此为止呀，希望大家有空点赞关注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